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时事聚焦，我是美玲。中美关税战真的是打起来了，北京是要重演3年大饥荒吗？最近呢，咱们看到北京的高层口气突然间是硬了起来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又被搬出来吹灰尘，外交部也喊出了不跪，而且呢还放了一段精心制作的视频。结果就是视频一上传，居然还因为引用毛语录时写错字而被删除而重传，你敢信？连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能够打错，成了反对派，这种水平还想打持久战吗？最近六亚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爆出了猛料，据说是黄二代家族成员向他透露，蔡奇也就是习近平的死忠小弟，竟然是献计说宁可让全中国人再来一次3年大饥荒，也要撑下这场对美的关税战。你没听错，3年大饥荒这个人祸造成将近4000万人活活饿死的历史的悲剧，居然被当作是抗压的范本，变成今天中共政权的战略底气，这不是疯了吗？还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呢？蔡奇的逻辑就是中共在1959年到1961年那场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中都挺过来了，现在再来一次也不怕，而且这样才能够表现出共产党定力，展示出跟美国死磕到底的决心。美玲认为这是一条极狠的毒计。我们要知道，那场3年大饥荒根本不是所谓的自然的灾害，而是毛泽东为了搞大跃进、搞公社制度，逼得农民交公粮，禁止私人种田，把人活活饿死的政治的灾难。据保守估计，饿死了4000万人，是真正的国伤。你怎么可以把这种人类的悲剧当成今天的战略选项来提呢？蔡奇的这个毒计毒在哪儿呢？第一就是他完全无视人民的基本生存权，把中国人的人命当成是棋子，是可以被牺牲的资源。这种逻辑它不是治国，是战争动员，是变相的把百姓当成替党卖命的工具。这第二就是他用来历史的悲剧来美化政权的任性，试图包装出一种中国人能够吃苦的民族叙事，来合理化中共的无能与失败。说白了就是要中国人再一次为中共的错误买单，但买的是命。最讽刺的就是像这样的提议不但没有被否定，反而可能正在影响习近平的决策走向。最近中共内部突然间高调炒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，各大党媒机构学校都在学习，这不就是蔡奇的精神动员的延续吗？如果真的是打算再闭关锁国，让人民吃苦当作是爱国的表现，那么这套逻辑就完全的说得通了。可是问题就来了，现在已经不是1959年了，今天的中国人有手机有网络，有全球连接和基本的常识，怎么可能再像上个世纪那样被封锁、被欺骗、被动员去吃草熬个3年？而且今天的经济条件、社会结构、粮食供应链都早已经不同了，这场饥荒如果真的是爆发了，绝不会是可控之灾，而是会成为动摇中共政权根基的风暴。蔡奇的毒计是一种典型的权力逻辑，只要能够保住政权，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。但是对一个正常的国家领导人来说，真正的本分应该是让人民安居乐业，而不是牺牲人民来撑政权、保政权。而这种价值颠倒、把灾难当底气的做法，只会把中华民族拖入更深的黑暗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这个所谓的硬抗到底的背后，不是什么民族的气节，而是政权保卫战。不是为了中国好，而是为了中共不垮。不是在跟美国对抗，而是在跟中国人民赌命。蔡奇这条毒计不只是疯狂，而是更加危险，因为它揭露出了中共已经做好了饿死人民也不投降的准备。视频唐靖远也指出，蔡奇这种全民吃草式的极端的主张，其实早就已经来自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战略，只是现在呢，习总书记让蔡奇帮他喊出来测试民意而已。而对于北京日报说要重学论持久战，中国网友们则是直接给炸锅了。我给大家来念几条网友的留言，科普一下该怎么吃树皮，希望这次可以喝到水煮草根的升级版。准备打仗的时候，别忘了先把贪官的家属从欧美先接回来。是不是太真实了？这说明现在中国老百姓早就不是1950年代的那群只能够听话不能够发声的群体了。现在中国网民会翻墙，会发帖，会讽刺，
甚至会用 VPN 来看美玲的节目。所以中共如果真的要闭关锁国打持久战，那只能是自掘坟墓。接下来美玲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中国百姓现在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。说真的呀，我越整理资料越看越难过，这些画面这些事件真的是一幕幕的活生生的一个惨剧，而造成这一切的说白了那就是中共这个腐败的体制。这阵子大陆各地的工人罢工讨薪潮几乎是遍地开花，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，不管你是在私企国企还是农批市场建筑公司，只要你是一个打工人，今天就有可能面临一样的命运，被拖欠工资，被赶出工厂，被消失的老板丢在原地，哭也没人管，喊也没人听。在湖南道县有几百名广西运动用品厂的工人集体罢工讨薪，工厂关门也就算了，50岁以上的女工被一脚给踢出去，不但没给补偿，连基本退休手续都不帮他们办，连社保也从来没有交过。这些人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一句你老了可以滚了就打发了，这合理吗？这有人性吗？在四川遂宁，上达电子的工人从2023年6月就开始社保就没了，工资呢也拖了几个月了，到今年的4月份，大家终于忍不住了，一起上街罢工维权。要知道这家企业还是做 FPC 柔性电路板的龙头企业耶，像这样的企业都会欠薪，那么小企业是什么下场？大家自己想吧。在陕西西安，有10几位农民工跑到工地，跑到项目部要工资，有人从2月工作到现在连1毛钱都没有拿到。在内蒙古通辽，有工人集体爬上建筑楼顶，威胁要跳楼，只为拿到他们那几个月辛苦搬砖换来的血汗钱。还有重庆解放碑帝王广场的工地也是一样，工人从清晨做到深夜，2天都不肯离开，就等一句话：钱什么时候给？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几个零星的事件，那您就错了。我在抖音上看到过超过几百条讨薪的影片，每天都有人在更新。这江乌镇生迪股份罢工已经是好几天了，有网友说，这么大的公司也倒了，行业在洗牌了，打工人最惨。还有人留言说，这会出现连锁反应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。而更夸张的就是讨薪已经不是1个人2个人，而是整个评论区一片哀嚎。贵州网友说，中铁25局拖欠他薪水已经10几年了。那么也有人说呢，我工资被欠了7、8年，现在人都快干不动了，钱还在空中给飘着。美玲就想问一句，中共天天在新闻里说经济复苏，国运昌隆，请问这些工人眼中看到的中国，跟你中共嘴里的中国是同一个吗？你们天天都搞虚假数据，搞形象工程，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面是一座座破产的工厂，一张张无法兑现的薪资条，成千上万家庭在煎熬。切金问题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企业自己的问题了，而是体制性的恶果。在当今的中国，企业如果撑不下去，政府不会帮你，法律不会保护你，最终呢，你只有一条路，求政府、跪派出所，甚至是跳楼。中共这个体制已经完全把人民的权利踩在脚下了，工人讨薪变成罪犯，变成维稳对象，不但是钱拿不回来，还可能会被抓走，被关进拘留所。这像话吗？这叫法治国家吗？你要说这些问题只是经济下行造成的，那也太天真了。真正的元凶，那就是中共搞了一套只对权贵有利的制度。这几年外资撤离，内需不振，青年失业率飙高，结果中共怎么办呢？一方面是大撒币搞面子工程，一方面把压力转嫁给老百姓，企业没钱发薪水，工人活该倒霉，地产暴雷，产业链断裂，谁理你失业的工人能不能够吃上饭？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你的生活，而是稳不稳，维不维稳。你知道吗？有些老板现在已经不是想不想发工资的问题，而是根本就没钱了。有些人甚至对记者说，我宁可去坐牢，也没办法发这些钱了。但中共政策就是这样，你没钱，但你得表现出你有钱，你不能倒，因为你一倒就是不稳定因素。所以地方政府逼着企业借钱发薪水，装作一切正常，问题解决。但现实怎样呢？下个月还是发不出来钱，还是倒，恶性循环。说到底呢，这整个体制就是一个黑洞，它吸走了人民的劳动，吸走了财富，吸走了尊严，
最后留给大家的只剩下无休止的折磨与绝望。现在的中国表面上看起来科技很强，城市很繁荣，实际上呢是一座座的虚假的泡沫。真正支撑中国社会的是千千万万的工人、农民，是那些默默打拼的普通人。但这个体制对这些人一点都不感恩、不在乎、不保障，他只想着压榨再压榨，直到你什么都没有为止。我真的觉得中共这个暴政不倒，老百姓是永远都翻不了身。今天是他们被欠薪，明天可能就是你我他。这不是一两个城市、一两家企业的问题，是整个中国社会正在集体贫困化、集体无望化的开始。如果你也看到这些现象，请您帮我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中共口中盛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烂账。我们不能再沉默了，因为沉默就是对邪恶的纵容。好的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告诉我们你的看法。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见。